作为90后，我已经开始回村盖房了。前段时间回老家看望奶奶，突然发现家乡原来这么好，一望无际的稻田，给我每天晚霞下的散步，呼吸着稻香，吹着微风，突然就不想再走了。我把回家的想法告诉了奶奶，奶奶非常支持，你找我的高兴，并愿意赞助我一套600平的大院子。哪个大院子呀？哪个大院子？那个菜园，到时候你盖一座，那房子好，那个车好，跟你也见过哥，啊，行吗？没错，就是这个院子。这就是我奶奶的老宅。奶奶的老房子年久失修，内部破败不堪。你看那墙，奶奶很奄奄一息。这里也承载了我很多童年的记忆。10几年前，爷爷走了，奶奶也搬了出来，主房两边的瓦房开始倒塌，泥巴糊的厨房也只剩一堆废墟。哎呀，好多草啊！以前厨房就在这里。因为不想看着奶奶的老宅继续荒废下去，我决定帮奶奶改造老房，把它变成包工头来看地了。拆旧房盖新房，只能往前挪，不能往后挪。你们那儿有这习俗吗？包工头已经看好地了，明天就要请钩机来，把这个院子这全都给它平了，把这个老房子也拆了。拆房之前要把屋子里东西全部搬出来。用骨头做的雕花，你见过吗？老爸拍出他10年未拍的拖拉机。爸请了帮手过来帮我们搬东西了。村里规矩，先来根华子，再干活。为了方便搬东西，这个是以前的粮仓，这个洞洞就是出粮食的。这么大的铁锅你见过吗？夸个海口，等房子建好了，用这个铁锅请全村吃龙虾。毕竟我们村家家户户龙虾。看，我初中的作业本，满满的全是回忆啊！看，蒙面女侠，我小时候可喜欢画画了。今夜偏知春气暖，重生心透绿窗纱。接下来挂电表了。我们这儿的服务就是很好啊，一个电话到家了。你看，国家电网的大哥们太有才了，把我逗得忍不住笑场很多次。现在农村生活已经很方便了，你看，人家把我们的电表装好了之后，还贴了一个联系方式，跟我们说了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他们。光看干活太无聊了。收拾的差不多了，明天钩机来就可以拆房子了，挺舍不得的。第一天话费清单：画电表，免费上门安装，搬运工人费用。返乡盖房的第2天，今天请来了一个大家伙，钩机来了，今天就要来把我们的老房子给拆了。不得不说，看大型机械干活就是舒服。就像小拳拳捶你胸口。这棵柿子树的年龄跟老爸差不多。趁挖机中场休息，赶紧把拆下来的木料捡出来。这些木料可要保存好，因为我给自己的房子。这些都是免费请来帮忙的老乡们，费用只是一顿饭。农村就是这点好，你看有点事儿，左邻右舍都来帮忙了，干活了。挖机打完收工，回家给奶奶洗头。今天一大早，工头就带着工人过来挖地基了，先把墙线都画出来。
老师傅不愧是老师傅，经验都很丰富。我们村里的老师傅不用直角尺就能找出直角，知道怎么弄的吗？因为我的房子是自己设计的，村子里几乎没有盖过这样的房子，所以跟工头沟通花了不少力气。趁着师傅在放线，我俩又到钩机上场了，带你们沉浸式看看钩机干活。有网友说，这满地的青砖不用起来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其实这些老砖都是爷爷自己烧制的，大小不一。如果想使用，还要一点点敲掉上面的水泥。有这功夫，不如统一使用新砖。当钩机顺手帮忙挖个化粪池，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，现在农村对厕所的要求很高，露天旱厕基本绝迹了。如果你家还有，请好好珍惜儿时的味道。钩机打完走了，1楼和厨房的户型基本都出来了。今天收工，明天继续。今天的任务是给房子打地基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地基这么费钱。打地基的钢筋到了，哇，这钢筋还不轻啊！先把钢筋全部用铁丝捆扎起来，然后放进挖好的地基里。现在把这些钢筋都固定好了，固定好了之后，下午就可以浇灌混凝土了。就这些钢筋花了我几千大洋。盖房是一件大事，该花的花，该省的也得省。这是我哥，号称襄阳爱迪生，专门请假回来帮我们装水电。水电这块，襄阳爱迪生可以帮我们省下一大笔钱。不过这还不够，盖房子找一个好的包工头很重要。你看，老板在帮我们省钱在，这是从老地基里面弄出来的钢筋都弯了，弄直依然可以用。于是我又把省钱的目光放在了包工头身上。老板，我当小工的话，一天多少钱？300，一天300啊！你看我使劲干，干点活儿拍下来，老板都要给我工资的。钢筋摆好了，就等着灌车来浇筑混凝土了。一阵捣鼓，换了3个水泵之后，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哦，好，灌车也到位了，开始浇灌混凝土。我们这边混凝土350元一方，这个地基总共用了36方，光打地基的混凝土就花了1万多大洋，所以这灌车里留下来的哪里是混凝土啊，都是钱呐！3车浇灌完，工人们还要将混凝土摊平。好啦，今天收工，明天继续。昨天刚浇灌的混凝土，今天一早过来。昨天晚上这里发生了什么？咱也不敢问，好在并不影响施工。本以为钩机、钢筋、灌车一顿操作之后，地基应该完工了，没想到我还是太稚嫩了。这是我花了几千大洋买的8000块砖，还是用在地基上面的。地基成本再加3000元。先把砖块都搬到方便取用的地方。回到老家这段时间，发现留守在家乡的人大都是老年人，出卖体力的活儿，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。甚至像盖房子这种活儿，也大都是老年人在做。他们在步入晚年之后，仍然在努力的工作，只是为了赚点钱补贴家用，让人敬佩又让人很无奈。工头一顿拉线定位之后，开始砌砖。只不过这同是一面墙，为什么垒的形状不一样？咱也不敢问。哦，原来是搞错了。刚砌好的地基。工头就让给这砖给弄湿一下，一般是等它干了再弄湿，咱也不敢问。呀，更不烂啦！你看，吱吱吱吱吱，砖头在吸水。不过既然选择了别人，就要给予最大的信任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嘛。其实盖房工地很无聊的，自己监工的同时，还得给自己找点乐子，比如这个发型帅气的小帅哥，让我摸一下吗？你想摸摸？从5岁开始留到了8岁。啊？苗族人是哪里人？苗族人，他妈妈是苗族的，嫁到我们这边来了。今天是动工的第6天，欢迎一起云监工。今天一早过来，地基都快砌好了，可能觉得昨天速度太慢了。老板今天加了4个年轻人，果然人多力量大，进度明显快了很多。工头说今天要给我一个惊喜，免工费送我一个化粪池。以为是这样，直接埋在地下，没想到工人直接给砌了一个。这化粪池
怎么看着心里不是很踏实呢？不知道网友怎么看？地基部分砌完之后，剩下的砖块先用来砌一部分墙体，感觉在工头手里砌墙就像搭积木。老板正在钉脚呢，把每个脚钉好之后，工人很快就砌起来了。我们这边的墙体是这样砌的，是不是跟你们当地的做法不一样？师傅们在砌墙，因为天气又热了，我时不时就得给刚砌好的墙体浇水。一砖一瓦都是我的血汗钱呐，好好养护。我又来给墙浇水了，一会儿吃过晚饭还要浇一遍，每天要浇3、4遍，浇的次数越多，这个墙越结实。盖房子就像种花，每天都要给它浇水，然后看着它慢慢长高。今天收工，明天不知道该怎么继续，因为工头下班之前说要将这几个土坡弄平整了，才能继续施工。这不包含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，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。这些土坡里全是碎砖块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最终还是出动了钩机，又是一笔费用出去了。钩机来了，要把这些地基全部给整平，整平之后才能继续开工。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回乡盖房，大家都拼了命努力赚钱，去城市买房，在城市扎根，我却一心只想回到农村生活，除了那一直未曾磨灭的田园梦。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漂泊，去过深圳、上海，也待过华为，过着村子里羡慕的白领生活，却无人能体会自己的压力和焦虑。回望家乡，看，这什么东西？很多网友问我建房有没有申请，今天给红本本露个脸吧。经历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红本本背后的曲折，有的话可以在我的评论区诉说一下，供大家参考。今天是回乡盖房的第8天，我准备花15万在这里打造一栋。今天开始正式砌墙了，看，已经砌了这么高了。一会儿要跟老板确认一下门窗的位置。这边是厨房，然后这个窗户有3米宽，1.7米高。在这照看的话，可以看到院子里和田野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残酷，因为花钱的时候又到了。今天又到了一批新材料，一批楼板和打圈梁用的钢筋。钢筋到晚了，赶紧跟工人一起将钢筋捆扎起来。扎钢筋，一会儿找老板开工资，把钱赚回来一点。在化粪池里发现了一位神秘的客人，看着工人们在大太阳下干活的样子，我也不敢闲着，要不停地给新到的19000块砖浇水。现在农村以前的砖窑都关了，污染环境。你们知道这些砖是怎么烧出来的吗？经过一整天的工作，墙体已经从昨天的这样砌到了这种程度，速度还是相当快的。今天收工，明天继续。回乡盖房的第10天，今天不得不给工人加餐了，因为我让他们把刚砌好的窗户给拆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一天本是很平常的一天，工人们还是继续砌墙，1天的时间把墙体从这样砌到了这样。快收工时，我才注意到厨房前面的窗户怎么这么大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窗子太大了？当时这个房子是降低了，层高降低了，但是降低了之后没有考虑到这个窗子的尺寸没有跟着一起降低，导致这个窗子看起来特别大。这个过200，重达几百斤，8个工人一起才把它安装上去。你说，如果我让工头降低一点，会不会被打？经过1晚上的考虑，我觉得还是请工头把它降低一点。实在不好意思开口，哎，我要开口了。看你这个卧室是不是？这卧室是10米吧？豁出去了。等一会儿降了3米了，窗户让你降，能拿窗户多高？这样不该后面难盖人呢。只
只能无故献殷勤了。拎灰桶，倒开水。嘿嘿，老板同意了，让我回去拿锤子。走，好啦，开工拆窗户。一会儿要把这上面的墙跟那旁边的墙给拆了，楼板重新架。不过这几百斤的过梁板该怎么降低呢？工人们可比我聪明多了。看看这样是不是舒服了很多？这种疏忽也给了我一个教训，以后监工必须盯紧一点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还是很感谢工人们。于是我特意跑到镇子上买个猪头回来，给工人们加墙体，一口气砌到了这种程度，大体的格局也快出来了。好啦，今天收工，明天继续。中秋节结束，师傅们恢复开工了。今天开始架楼梯、浇筑构造柱。15万盖起来的房子究竟能不能住？安全有没有保障？很多网友都很质疑。那种架光看。但其实在我们当地，近2年大部分的农村自建房按面积比例计算也不过这个数目。首先，我并没有打算建造一栋很大的房子，在我的设想里，房子并不一定要多大多气派，满足自身的居住需求，不浪费室内的空间，并且能够接待偶尔到来的客人就可以了。相较于气派，我更想把房子做得精致温馨，而剩下的地方，我想打造一个惬意的农村庭院。很多网友担心我房子安全问题，说使用预制板就是危房。我也注意到平日里网络上只要有人使用预制板建房，往往都会引来一阵口诛笔伐。老板让我借个梯子，开始支模浇柱子了。我们这里不是地震带，当地的自建房绝大部分还是使用砖混结构，主体有地梁、圈梁和柱子的相互嵌位，已经足够稳固，保障预制板制作质量的情况下，50年的使用寿命完全可以满足。如果嫌弃50年太短，可以去了解一下城市商品房的设计寿命又有多少年呢？预制板在很多方面不及现浇楼板，这是肯定的，但对于我而言，我的第2层也不过是2间卧室的阁楼罢了。使用现浇的施工方案，费用方面完全就是拿大炮轰苍蝇，毕竟我的建房预算只有15万。房屋主体上不浪费钱，住着还安全，就是最合适的方案。当然，我并不是引导大家使用预制板，具体的施工方案还是要根据个人预算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来做选择。例如四川地区就要慎用预制板了。今天的视频讲述的有点专业，也是我花精力了解后才敢得出的结论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收藏。如果有不对的地方，还请网友们补充讨论。拌水泥我可是有经验的。经过2天的施工，1楼的墙体已经完全砌好了，柱子也快浇筑完成了，下一步就要打圈梁了。好啦，今天收工，明天继续。今天浇柱子，然后倒圈梁，一大早师傅们就开工了。不得不说，师傅们每天开工都很早，天刚亮就开始忙活起来。作为监工的我，也得每天5点半就起床，给师傅们做好后勤工作。除了能吃苦耐劳，师傅们个个都身怀绝技，比如这个。大哥，你的技术很好呀，干活干了10年了，扔这个东西。一会儿我也试一下。哎呦，可以可以。咦，嘿嘿，本以为圈梁做起来很简单，也就是架好钢筋、支好模，然后往里面浇筑混凝土，但做起来真的是麻烦。这支模不容易啊，木板就放在这个上面，知道吧？1天时间，8个工人也刚刚能做好圈梁。浇筑好的混凝土需要隔1夜才能拆模。第2天一大早，工人就来拆圈梁模板了，是支模1整天，拆模10分钟。圈梁打好之后，就是大梁的浇筑了。没想到这大梁支模比圈梁还要麻烦。因为干活的都是远近的乡亲，能帮上忙的我都双手帮忙。这是过会儿支模用的板子，
我给它刷一层机油。打板房子跟圈梁一样，大梁也是摆放钢筋支模，然后浇筑混凝土。只不过这大梁的耗材好像比圈梁多了很多。这些钢筋都是我爸10几年前建房子剩下来的，现在又用上了。钢圈不够了，我爸又找了一批出来了，又省钱了。难怪钢圈不够用，你看这绑得多密呀！支好模就可以浇筑混凝土了。一天时间下来，也只能做这2根大梁。下班之前，我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完成，给刚打好的圈梁浇水做保养。不过这3.5米的层高看上去不高，站上去还挺吓人的。这种活儿还是万万来了。少侠好本领。好啦，今天收工，明天继续。经过10多天的施工，1楼的主体已经变成这样了。为了等大梁和圈梁硬化，师傅们停工2天，但是师傅们休息了，我们不敢休息。除了要把1楼的碎砖块全部剪出去，方便师傅打地坪，还要开始位。但这种效果在我们老家这个地方，属实有点难度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平常自建房的阁楼，是不是跟理想的差别有点大？不过幸好我有一个全力支持我的老爸。这树都是我的，全是我的，随便砍随便用，用多少砍多少。把杨树时间长了变形呀？干了不变形呢，实力是要变形的。但放杆也没得时间放了呀。不服输的老爸又带我们来到了一个木行。先来把木梁搞定，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了老板堆在墙角的一堆旧料。这不正是我需要的杉木板吗？老板送到家后，这些木板还需要一片片精细打磨，然后上漆。来到了一个更加神奇的地方——瓦片仓库。我们直接找到了卖瓦的仓库，全是瓦，什么瓦都有，各种各样的。这里琉璃瓦、彩钢瓦、小青瓦一应俱全。各种造型配件也是眼花缭乱，而且价格上还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很想选择我情有独钟的小青瓦，但考虑到我们村里的师傅都没有小青瓦的施工经验，再请，因为我们要做出白墙灰瓦的效果，瓦片颜色至关重要，所以我们选择了这种略带仿古效果的黑色单波瓦，配上仿古滴水和极瓦，出来的效果应该不会太差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老板给出的价格，每片竟然比镇上的瓦片店便宜了1块钱。总体算下来，这趟来的真是太值了。柱子和圈梁的硬化终于完成了。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就是上楼板。一大早就来了一个大家伙，7、800斤重的楼板，在他手里就像玩具一样。不过从这个角度看，咋还有点科幻片的感觉呢？看到使用楼板，估计又会有一批网友开始疑惑了。前面有条视频已经解释过，为什么在我们当地楼板仍在广泛使用。有疑惑的可以去看下，上楼板在我们这里是一件特别有仪式感的事情。不光会有亲戚朋友来放炮庆祝，家里还会准备一大桌饭菜，款待干活的师傅和客人。楼板摆放好之后，立刻用泥浆将缝隙填平，用这个大家伙将砖块吊上去，省事了很多。不过我在2层小阁楼上瞬间没有位置了。有人知道这个工具叫什么名字吗？这质感感觉有点像老古董了，但实用更重要，往楼上运输材料全靠它了。材料运上来之后，就开始砌第2层墙体了。2层阁楼的屋顶至关重要，我们准备处理成这样。预定的瓦片已经送到位，这瓦片是越看越喜欢，就是不知道铺上去会是什么效果。盖房子真的是一件特别累人的事情，光是准备各种材料就已经让人应接不暇了。今天我们来选大梁木啦，比如这批精心挑选的木梁，因为想要给每根木梁刷漆，所以在2楼墙体砌完之前，我们就要将这33根木梁全部剥皮，然后打磨光滑。33根木梁啊，想想又是不小的工作量。至于能不能做出满意的效果，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担心。不管怎样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。好啦，今天收工，明天继续。我们要把这所有的木头剥皮，然后打磨干净，任务量很大呀。我一大清早才弄了3根，沃文和老爸也抽时间来帮忙了。
在干木和湿木的选择上，因为担心后期木材开裂，所以我们购买的大部分都是干木。但干木去皮不是那么顺利，这是干木去皮的过程，这是湿木去皮的过程。预定的木板已经加工好了，拉回来等待使用。木板、大梁、瓦片，再加上保温隔热层，100平的屋顶，仅仅材料费就已经1万多了。虽算不上多，但已经比村里其他的民房多出了5、6倍。老乡们都很疑惑，我到底想做成什么样子？其实我心里也没底，到底能不能做出我想要的效果？削木头的时候，还要经常去施工现场看一下。2楼阁楼的墙体只有2.5米，很快就会砌完，到时候就要用到这些木材了，所以必须赶紧处理完。看我们太辛苦，踏雪和奶茶也想来帮忙了。工作量太大，镰刀都被削钝了，赶紧磨一磨，继续工作。就在我们快要削完的当头，一位退休的老木匠路过，把我们带到他家，说要借给我们一样好东西。这都是木马，这都是木马。我们这里叫木马，固定木材使用的，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名字？最后一根终于去皮完成，看着剥皮的效果，似乎也不尽如人意。但打磨后会是什么效果呢？先来打磨一根，试试效果。打磨木头真的是一件很舒服的过程，一边看着木头被打磨光滑，一边还能闻到木头的香气。自从开始改造老房子，就莫名其妙的对木头着了迷。天刚亮就继续打磨。经过1天的轮番上阵，消耗掉了这么多沙头，但是5根木梁终于处理完成了。这是买来的木梁，这是我们处理后的木梁。等房子主体建好，进入装修环节，这些木梁和木板还要统一喷上清漆，希望到时候的效果不会让我失望。房子的雏形已经出来了，今天开始屋顶施工。先把打磨过的大梁上好，没来得及准备红布条，先用塑料袋代替一下。好了，上梁大吉！师傅们爬上爬下，看得我心惊肉跳。但农村施工队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安全措施。有网友曾经疑惑，为什么给我建房的师傅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？我来给大家计算一下工钱。这栋房子的主体是包工建造，每平工价180元，总价3万多元，预计1个多月建成。扣除包工老板的利润，7个人的施工队，每位师傅又能分摊到多少工钱呢？年轻的师傅都去了城市或者大工地，而大工地上因为各种原因，也似乎不喜欢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。这就是现实的农村。他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干着苦活累活，老了之后的苦活累活还是他们在做。大梁上锯下来很多木桩，在我眼里这简直就是宝贝。虽然现在不知道干嘛用，但总觉得以后肯定会用得上，先把它们收起来。网友有没有好的意见？这些剩下来的木头到底能干嘛？我爸说要用来炖猪蹄儿了，我觉得太浪费了。大梁上好之后，就开始铺杉木板了。我很喜欢木头的质感，但因为预算有限，再加上我们这里木材比较少，让我做不起砖木结构的房子，只能在砖混结构里加点湿心。屋顶通铺木板，让大梁和瓦板展露出来，满足一下自己的爱好。也因为这点，让本来1天就能完工的屋顶，需要3天才能完工。房子开始慢慢成型，村里的老乡也从最初的看不懂，变成了现在有点意思。同样是因为预算的原因，我请不起专业的设计师，所有的细节只能自己设计，而自己此前也没什么经验。我想要房子的整体呈现出错落感，于是便有了现在的样子。一个平房上顶着一个瓦房，瓦房门口还有一个露台，一侧再来一个前推的厨餐厅，门口再打造一个木质雨廊，白墙黑瓦间，前后错落，高低错落，不同于最近几年大火的中式四合院，这是我喜欢的另外一种传统美。当然，现在只有一堆红砖墙，啥也看不出。好啦，今天收工，明天继续。
但还是无奈停工了。遇到大问题了，这个瓦不知道怎么铺。之前说过，我想要一个仿古效果的屋顶，因为请的施工队没有小青瓦的铺设经验，于是便选择了这种黑色的单波瓦。但瓦片还没有铺完就翻车了。昨天铺完屋顶的木板后，今天又在木板上层铺了一层隔热层。钉好瓦条之后，就是我最期待的铺瓦环节了。早就好奇这个瓦片铺出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师傅们忙上忙下，先把瓦片搬运上去。本以为这种瓦不仅会带点仿古效果，铺设起来也会比小青瓦简单很多，但看着工头在屋顶上铺了又拆，拆了又铺，来来回回很多遍，连一个小角落都没有铺好。询问之后才知道，这个瓦不管怎么铺都铺不齐，瓦缝间距有大有小，根本无法盖拢。这是网上别人铺的效果，这个是我屋顶的效果，差别确实有点大，没办法，只能让工头暂时停工了。停工了，铺的效果不行。通过和瓦厂的沟通之后，瓦厂愿意派遣一位技术员，不感慨铺瓦也是一项技术活呀。但技术员来了之后的第一句话就让我知道这次麻烦大了。我们是上楼看院还是咋弄？我上去看回来啊，现在那个屋面是平的，屋面的两边的水泥板高于这个屋面了。因为我的房子侧边加铺了岩板，瓦条和岩板厚度不统一，导致整个屋面整体不平整。而这种黑色单波瓦对屋面的平整度要求又特别高，于是铺出来之后，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美观，时间长了可能还会漏雨。但岩板和瓦条都已经装好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打回去吗？可以啊，倒回去可以啊，这里高平了就行了。高平了就行了是吧？流往中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因为阁楼的高度较高，面积也比较大，如果铺设的效果还是不理想，返工的代价会非常高。于是我决定先让师傅们在厨餐厅的小屋顶上试验一下，满意之后再全面铺开。至于效果怎么样，只能看明天的施工了。但说实话，心里还是有点忐忑啊。好啦，今天停工，明天继续。我们没有接触过，及时停工，并找来了瓦厂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。经过仔细的学习，工头知道了问题的所在，继续开始施工铺瓦。先在厨餐厅小房顶上试验一下，工头亲自上阵，给工人们演示铺瓦技巧。看这铺的效果，还算比较满意了，于是让师傅们按照目前的方式全面铺开。但没想到，厨餐厅的小屋顶刚刚铺好，又出现新问题了。这是铺设的效果，屋面的铺设算是满意了，但就是这个基瓦的位置，大片的泥浆露出来，影响美观暂且不说，如果到了下雨天，我这厨餐厅应该可以洗澡了。没办法，必须返工。如果泥浆干透，这瓦可能就卸不下来了。看不下去的我，干脆亲自上房接瓦。这个基瓦不行啊！但还没开始就被师傅改天了屋顶。对于我的表现，师傅们更加重视了起来，重新返工了一遍基瓦，效果多多少少还是提升了一些。就在快被这些瓦片折磨到崩溃边缘的时候，总算来了一个好消息，二哥带着村里在外打工的小伙伴们回来了。不过看这阵仗，肯定不是来铺瓦的。村里在外面造水电的小伙伴知道我在家盖房子，今天都跑来帮忙造水电了。突然这么多小伙伴回村，平日里应该是过年的时候吧？这样保不保证？保证，没问题。你能保修好多年？保修终身。终身保修啊！有问题了都找他。我说的，因为小伙伴们都是免费帮忙，中午一顿大餐是必不可少啦。水电交给二哥，我是十分放心的。就是这屋顶的瓦片，因为师傅们没有接触过，我还是有些担心，所以必须时刻盯着铺瓦的情况。铺设这种瓦前后发生了很多没有来得及拍进视频的事情。其实考虑过更换专业的铺瓦人员来铺设这种瓦片，但仔细看了师傅们的铺瓦过程后，让我决定，不管这个屋顶的瓦片铺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将它们暂且保留下来。一直观看我建房过程的网友应该可以看出来，我们村子并不富裕，就连盖房子施工的技术也早已不能和外面的世界相比。往常半天就可以完成的铺瓦工作，工头带着队伍前后在我这小屋顶上花了5天的时间才完成。对于包工的工头而言，这中间的损失不言而喻。老师傅们，包括工头，让他们接触这种新式瓦片，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他们也只能用最笨的方法来施工，那就是不怕麻烦，不怕返工。师傅们知道我在拍视频，每位老师傅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，简直就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，在铺设瓦片。
稍有不满意的地方，也是立即返工。工头在师傅们休息的时候，更是自己爬上屋顶，一片一片去检查哪里有疏漏。我觉得这个屋顶做到这个程度，虽然没有达到最完美的效果，但已经比完美更有意义了。它可能是师傅们职业生涯中第一次，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接触这种瓦片了。这个屋顶，同时也是他们为了证明自己而努力过的证明。前2天发了村里小伙伴回村帮忙铺电路的视频，没想到引起了这么多网友的讨论，说我这电路做得太不规范了。因为是我们村子里的自建房，所以从这个房子开工之初，我就想着跟村子里的施工标准一样就可以。毕竟村里的村民都能住的，我自然也能住，变成了这样。今天开始粉刷墙面，一直特别好奇，我这房子粉刷完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先从后墙开始，之前还担心这么高的地方，师傅们该怎么粉刷，没想到这么随意就给解决了。师傅们在粉刷，我的任务就是一直不停的浇水，粉过干透的地方要浇水，即将粉的地方也要浇水，所以我今天的工作就是不停的浇水，不停的浇水。我们的后墙一个窗户都没有，一整片墙。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道能不能实现，想在后墙画一幅巨型的画，不知道能不能白嫖一个画师帮我们画一个。网友顺便也给点建议，这个墙可以画什么画？画画的事情暂且不说，因为水泵老化的原因，导致这水管的水量也太不给力了。我家2只小猫咪放水应该都比这猛了吧？不过还好，从邻居家接了水管，还顺带赠送了2条彩虹。看这水多大！哇，你看彩虹都被吃出来了，你看双彩虹看得出来吗？看师傅们粉墙还是挺解压的，就像给房子重新换了一件衣服。房子一天天在变化，也到我们给师傅们准备一顿特殊午餐的时候了。做完饺子的师傅果然力气倍增，外墙还没有粉完，就已经有师傅开始粉刷室内了。这就是网友们诟病的线路了，师傅们直接将电线粉在墙里。很多网友考虑到线路损坏、维修困难的情况，但据我了解，我们村子里基本全都是这样做线路的，而且很多人住了几10年了，也没有发生过故障，仍然能够正常使用。至于这其中有什么门道，我不是专业的水电工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希望懂行的网友帮忙分析一下。可能是把铺瓦损失的时间补回来，师傅们干活的效率高了很多，2天时间就把房子的全部外墙粉刷完毕了。一起来看看房子变装后的样子吧。这样，今天开始室内粉刷。国庆节工人们休息了2天，今天又开工了。外面的墙已经粉刷完了，今天开始粉刷室内了。毕竟不能忘了自己监工的职责，把之前粉刷过的墙面检查一下。没想到还真发现了一些小问题，用这个木条检查一下这个粉刷的质量。观察分析。基本上这个平整度还是可以的。找一下裂开的地方，如果哪有裂开的地方不行，要把它砸掉，重新粉。这个房间挺好的，没有。你看这个地方就不行，你看开裂了。自己砸的坑，自己补上。果然来了不速之客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拉院子吧？不拉院子，这羊3天2头跑我这里来。这是趁师傅们休息的时候买好的水管，把管口堵上，防止被泥浆堵住。看师傅们粉墙这么行云流水，万万决定挑战一下自己，学习粉墙。毕竟后面大大小小的建造任务还有很多，不能所有的活儿都花钱请师傅来做，工头亲自上手传授技巧。搞得怎么事情哪能搞？我能他怎么弄啊？又来一个师傅传授技巧。我看一会儿他给你看，吓到你效果。我怎么不知道是吧？说了半个小时了，说好了没？万万第一次粉墙，这效果不知道能打几分。
除了房子之外，我还有一个庭院需要建造，我们院墙也要开工啦。为了方便后面把沙子运进来，工头决定先把院墙柱子的地基浇灌好。这2个是院墙大门的柱子，早上才送来20包水泥，现在只剩2包了。这个粉墙太费水泥了，要下雨了，盖起来。好啦，今天收工，明天继续。这是奶奶的老柜子，用来改造猫窝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可以做成这样的，想想就很温馨。但翻车来的猝不及防，左敲敲，右打打，无证操作。因为柜子保存不佳，实在无法改造，最终报废。它就是用这些建筑废料来给猫咪做个房子。这是杂物间，临时作为万万的工作间嘛。好，正式开工。先用这些从屋顶上锯下来的杉木板搭个平台。再用建造房顶剩下来的瓦条做个框架，问问想要做个后屋顶。猫咪小窝的框架建好了，这是地基，这是地梁，这是圈梁，这是构造柱，妥妥的框架式住宅。接下来用大梁上锯掉的木桩给猫咪搭个平台。房子的硬装算是完成了，接下来进入软装环节，用油漆简单给屋顶改个颜色。
连续的雨天终于结束了，师傅们再次开工。首先继续完成没有粉刷完的内墙，墙面抹灰非常消耗泥浆，所以又运来了一吨水泥备用。看着刚被雨水浸泡过的地面，3轮车也开出了越野车的感觉。运沙车也不甘示弱，墙面抹灰完成之后，还要在屋顶抹上泥浆。有一点搞不明白，师傅们这是用海绵在干嘛？难道在给屋顶按摩？有网友说我的房型比较奇怪，主要是因为主体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。这不，天一转晴，工头就带着师傅们开始砌院墙了。这是挖机提前挖好的墙根，有一点不平整，来看师傅们怎么操作的。先在墙根里摆上一排砖，然后再砌上一层。调整泥浆的厚度，接着再砌上一层，就这样，经过师傅们一阵捣鼓，墙根就变得平平整整了。师傅们在干活，我也不能闲着，用周围的泥土回填墙根。再次跟他确认了一下，是我们这儿一般的大工子好少钱一天，小工子好少钱一天？小工子150，大工子200块。工头撒谎了，不是的不。干活的师傅都不淡定了。我拿着这里给，拿着个看上去。老板说的真好。工头知道我在拍视频，故意开了个小玩笑，继续逼问真实的市场价。大工子好多，小工子好多一天。大工120，小工70、80。我们这都是，我们这基本上都是。我们这附近的村基本上都是这个价。工价虽然低，但请师傅们干活可没那么轻松。比如中午是要管饭的，而且每天有力气干活，工头定奖，师傅砌墙，我们填土。当然，砌墙这事儿，砖头还是要准备足够的。这不，运砖车带着热乎乎、刚出炉的红砖又来了。伤心的是，每次他一来，我就要花费几千大洋。庆幸的是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了。刚来的砖就像刚出锅的馒头一样，还热乎乎的，给他浇点水。到此为止，已经购买了53000块砖。经过一天的忙活，院墙总算有了雏形。好啦，今天收工，明天继续。经过1个多月的施工，房子的雏形是有了，但室内地面还是这个样子。趁着师傅们在砌院墙，我们着手准备给室内打地坪。首先上场的是这个家伙，光看外形，估计很难知道它是干嘛用的。准备就绪，开始开工。先把松散不平的地面夯得结实平整。夯完一遍之后，万万上场，把不够平整的地方刨平，等待夯机再来第2遍。夯完室内之后，还要再夯一下室外。这个地方是预留出来的，我们农村的泥土比较多，为了避免把泥巴带入室内，雨廊正好可以作为室内和室外的一个过渡地带，当然也可以喝茶晒太阳。好啦，夯完收工，接下来就是工头上场了，用水平仪把地坪的高度标记出来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烧钱的大家伙终于来了。老板看了我不好意思说，烧钱的家伙又来了。每次他一来，就意味着我的预算又少了几千块。接下来在地上铺上一层混凝土，这厚度看着还是挺心疼的。建个房子真的太不容易了，一方面是对新房的期待，另一方面还要承受钱包变瘦的折磨。室内铺完之后，室外也要铺上一层。有，这流出来了！你专门的确实想要了吧？我太激动了，浪费一点我都心疼啊！有那儿，要跑！握着拳头监工。剩下的一些混凝土也不能浪费，浇筑在房子后墙的排水沟里程度就可以给地面收光了。
到此为止，地坪算是打好了。这室内2天之内是不能进去了。等完全干透之后，铺瓷砖还是铺地板都可以自由选择了。送走商混车之后，院墙的门柱也可以砌起来了。这是我给院墙留的窗口，以后准备做个木窗。至于效果能做成什么样子，等完工之后带大家看看吧。其实交租之前我也很疑惑这点，特意提醒过工头，但工头给的回复是我们这边基本没有铺防潮布的。看到网上这么多网友提议，心里犯嘀咕的我决定还是再次询问一下工头。是我们地下咋不铺一层塑料的防潮啊？我都住了，盖了个30-40年都没那个铺塑料的。你还不需要？屋里草是外头高了，外头低了，都铺了草。至于到底需不需要，有没有附近的网友可以给点参考。打完地坪之后，师傅们继续给院墙抹灰。对于砖砌院墙，有网友表示，不如这种半墙加铁艺围栏的美观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好看不好看暂且不说，但就仅仅实用这种围墙，在我们村子里可能就有点不适合了。走，带大家去我们村里逛一下，你们就知道原因了。过2天要在这里砌一个隔断墙，但过梁板却还没有购买，实在走不开的万万决定自己做一个过梁板使用。过梁板承载的是门窗洞口上部的重量，很重要，但制作起来却非常简单。准备相应长度的钢筋，因为临时需要，万万只能将生锈的钢筋再利用了。先将生锈的钢筋打磨除锈，织好相应尺寸的模具。沙子便于地面脱模，记得扎点石子，搅和搅和，再搅和搅和。摆好钢筋，记得夯实。等待2天就可以拆模使用了。好啦，今天收工，明天继续。因为还没有完工，工头为了吃大席，决定临时停工1天。经过1个多月的施工，房子的主体终于快完工了。院墙抹灰收工之后，就是施工队在这里干活的最后2天了。但没想到，第1天一大早开工，这最后2天留给施工队的，也就是一些收尾的工作了。比如这个被诟病了很久的，看着像车库的卧室。我这房子刚建起来的时候，90%的人都问我，你这是个车库吧？你看我这房子这么小，我还给这里留个车库。其实这是我的卧室，只是这个窗户一直没有封起来。今天老板要把它给封起来了。还有这个卫生间的隔断墙，本以为干完我安排的收尾工作就算完工了，没想到施工队还赠送了附加服务，因为我们2楼还要铺地板，所以他们走之前会用这个钩机帮我们把沙子、水泥全都运上去，这样我们后面铺地板的时候就不用自己再往上运了。再买2吨水泥备用。就在为施工队的附加服务窃喜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一个让人尴尬的问题，工头竟然把卧室门洞的尺寸给我留错了。因为2个月之前得知我要建房，有亲戚特意送了我3个木门，砌墙之前就拉着工头量了门的尺寸，然后将相应的门洞留好。1米宽啊！没想到施工的时候还是将1楼卧室的门洞留错了。更尴尬的是，没办法，拆吧，正好也检验一下我这墙体的结实程度。门洞改好之后，施工队收拾装备，准备离场了。看别人干活的好日子算是结束了。有时间来啊！
看房子现在的程度，离我梦想的样子还差了太远。接下来很多活儿都要我和万万亲自上场了，不过真不知道从何干起。我决定先对院子下手了。今天把院子收拾一下，下午挖机来平院子了。院子平好之后，赶紧把院墙的大门给做起来。先把杂物捡出去。把这些能用的砖都捡出去，到时候可以砌花坛。把院子的路画出来，到时候挖机来了，把这一堆废砖给我铺在那个路上。以为后面就任我打造了，没想到网友没办法捡砖头吧，正好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我院子的规划，也想听听网友们的意见。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设计人员，所以也只能用软件画草图了。首先呢，这里是一个厨房，农村的房子没有土灶那是没有灵魂的，所以呢，我想把土灶搭在室外，打造一个室外的灶台，没事儿还能来个铁锅炖大鹅。室外灶台的一旁呢，就是一个菜地了，我想打造成这个样子，种点自己爱吃的蔬菜。贴着正墙呢，我会砌上花坛，种点爬藤类的花，打造一个花墙。到时候啊，鲜花从镂空的木窗穿到院外，想想都觉得好看。院门呢，我想做成这个样子，木质的院门搭配木质的门楼，然后盖上小青瓦。这一片呢，我想做一个单坡水凉亭，当然还是木质的。春天喝茶，夏天吹风，秋天赏雨，冬天煮酒吃火锅。这个地方呢，我想建一个隐蔽墙，不要端雕，简单大白，铺上小青瓦，凿个圆窗，到这个效果我还没有找到，十分期待网友大神的意见。至于庭院地面呢，尽量减少大面积的硬化，多使用石板小路，弯弯曲曲，曲径通幽。其实我还有一个秘密的小偏院，主要是为了客厅的采光通风，我准备打造成这个样子。好啦，继续干活啦，下次再见。雨过后继续开工。临时修改电路，让进户线从地下入户。把新打的地坪开槽埋管，趁着天还没黑，把院子的水平线找出来。先把找到的老门墩刨出来。哎，看到了，都这个，把挖机带到挖土的地方，三轮车也就位，正式开工。
等住进新房后，就可以任由我打造了。这是我花11万建的毛坯房，这是我卧室上面的平台。平屋顶房子，防水至关重要。防水做不好，本着勤俭持家的原则，我和万万决定自己做防水。因为我的隔层是楼板，所以需要先打一层泥浆，方底早平。一不小心干到了晚上。我来做第2遍防水了。今天换了一个手套，皮质的，昨天太没经验了。第2遍大面积后刷。等着明天做防水测试吧。见证成败的时刻到了，下水口堵严实，放水。3公分。11月3日4点30，11月4日3点钟，都没有漏水。走上去看一下，一样3公分耶。这2天让施工队返场，覆盖一层泥浆保护，平台的防水就算完工了。这是我花11万建的房子，今天开工给院子制作大门。大门来了，不是大门吗？我要用这批防腐木给院子做一个我喜欢的木质大门。为了实现我想要的院门，姑姐决定把早已生锈的工具再次打磨锋利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工。伺候好姑爹，先来确定大门尺寸，1公分都不能差。摆好门墩，姑爹上场，各种划线。
我天！啊，这个好小哦。我的郎平墩子。开始拼接门板。木门未完工，待续。继续开工。这错了几毫米？改。不开，1毫米都不错。锯。开始剥皮。打磨。处理方料。日怀塑料盖门栓。
院门卫完工，待续。门和门楼前几天经过估计的弹、凿、锯、劈、刨，终于快要做出雏形了。今天继续开工。昨天用这根四怀就要做的门栓，今天先来处理它。暂时不能刷漆，赶在下雨之前要赶紧把门楼盖起来。好，继续开工。先把门楼框架搭出来，只能在楼板上开铆了。
进行铺瓦刷漆，待续。经过10来天的凿、磨、敲、吊、抬、锯、锤，我的院门终于变成了这样。今天来将院门彻底完工，工序还剩铺瓦和刷漆，因为小金瓦施工要求高，特意请爹来外援。P.S. 我们这边爹是老爸的弟弟，先按爹的要求把瓦板补全，架支撑住，修齐沿边。好 ，OK。这是我在农村的院子，为了方便装修材料进场，我决定自己给院子修一条路，开工。
是，乡亲们在抢购大米和蔬菜的时候，我抢购到了几桶外墙乳胶漆和60袋外墙腻子粉。没办法，我最期待的外墙刷白工程也只能提前开始了。正好趁这几天时间，将我的院子和房子全部变个颜色，刮一遍腻子打底。内墙粉完腻子，工头安排同村的师傅来做活了，把2楼的地坪打好。收工，想办法把整栋房子刷白。今天继续开工，给正房剃刮外墙腻子。万万做小工。万万不休息，赶紧把户外土灶的平台做出来。
过几天的披刮，我的房子变成了这样。干透后滚刷，外墙乳胶漆，早就预定好的窗户，终于来给安装窗框了。10天后才能装玻璃，自己给屋顶喷上清漆。完了，喷的不均匀，我刷，我再刷，算了，还是万万出马吧。这屋顶上游戏很好看啊！我来拍个照片。哎，小罗，我手机怎么这么卡了？手机用久了是要换了，旧手机正好拿去回收了。最近网上有个很火的转转 APP， 他们家机、手表啥的也拿去找他们回收，正好给新房筹备点装修费吧。好的呀，我干完活就去转转上操作。但没想到装修刚开工就遇到大麻烦了。卫生间我想做成这种效果，仿微水泥，墙地一体，无明显缝隙，所以选用了这种柔光大砖。这种大砖的铺设难度实在太高，甚至被铺砖师傅放了鸽子，千辛万苦才有请到一位有经验的师傅。话不多说，开工。
大砖上墙实在太耗工了。卫生间铺砖前，卫生间铺砖后，揭示后进行同色美缝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次我给院墙准备了墙头帽，一直期待戴上去会是什么样子。今天终于请到几位师傅，师傅说这活儿很简单。那好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工。扣不上，砸。以为没问题了，继续。师傅们越来越熟练了。小院通水了，建房最初埋下的潜水泵也要退役了。但考虑到在农村的实用性，还是选择了这种木纹砖，仿木好打理，也抗造。很期待铺完之后是什么效果。话不多说，开工。先把地面清理一下。拉好水泥沙子备用。瀑布高铺法，1.5毫米砖缝，辅助调平。
小院开工到现在，多亏有老爸的帮助。哎呀，我干活要真老爸最近总说睡眠不好，万万准备了个礼物送给老爸。礼物到了，哇，好重啊！好的，二哥。错误打开方式：前方高能，弹力十足啊！剥皮。有网友一直吐槽我的院子不能进车，看这是啥？终于铺完，看看初步的效果吧。我提出了点小小的设计，用最便宜的铝扣板调出来不一样的效果，师傅绞尽脑汁计算。吊好龙骨，掰弯铝扣板。
在农村，专业的美缝师傅是不好找的，所以这个活儿还是我和万万自己来做吧。话不多说，开工。备齐工具：电磨、海绵砂、蜡块、压缝器、小铲子、双管胶枪、美缝剂、吸尘器。开工清缝。石头啊，石头清理的差不多了，下一步要干什么？下一步打蜡呀，要把这所有的缝隙都打上蜡。
地台干透后，就可以砌隔断了。今天收工，明天继续。万万说要送我一个同款，于是便决定用砖砌出来一个橱柜。这是前几天打好的地台，接下来继续开工。万万做大工，我来做小工。万万，你拿个管子干嘛呀？你这不是要装个洗碗机吗？给你预留一个排水孔啊。边缘的横砌，剩下的改为竖砌。这一段是没有柜门的区域，现交一个隔断。下一步粉刷隔断，水泥砖不好粉，先刷层水泥浆。万万一直是边看边学现卖，他说只要足够认真，就能做出来。搓皮。下一步织模，现交第一层隔断。震动出气泡，搓平，先这样，要去买其他装修材料了。有个橱柜的样子。
备好钢筋，领居家砍点竹子。先把模板支起来。只有这2块小板了，怎么办？留出煤气灶和水盆的洞口。好挡条，扎钢筋。小石块防止钢筋露出。这钢筋应该可以放心剁骨头了。下一步浇筑上。等待拆模，亲戚送的3个门放在这里很久了，今天终于有师傅上门安装了。虽说是门，但除了门板什么也没有，看师傅是怎么装上去的吧。安装5斤。
安装完成。今天终于请到师傅来刮第2遍腻子和安装大门了。话不多说，开工。木屋顶越看越喜欢。卫生间选用长虹玻璃门。入户门选用正形玻璃移门。组装门框，大门安装前，大门安装后。2天，小院来了个神秘的大家伙，4个人才把他请了进来。他就是我从建房开始就心心念念的壁炉了。过2天气温又会骤降，今天赶紧先把它装上。为了能够安装，我们提前做好了这个区域的踢脚线。至于地面，又把这个区域的木纹砖美缝提前做了。看着缝隙消失处还是比较满意的，接下来就可以放心的安装壁炉啦。为了过上梦想的田园生活，我花11万在农村建了一个小院，1楼全部通铺了木纹砖，看着像木地板，实际上是瓷砖。今天自己动手把全屋的木纹砖美缝做了，让木纹砖彻底找到木地板的质感。话不多说，开工。
先把地面清理干净。有些网友说我铺的木纹砖有点上世纪90年代的感觉，但我室内想和木地板，所以才选择了木纹砖。但没想到木纹砖成本并不低，光是每缝都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所以我和万万就自己做喽。下雪了，继续干活。这几天的劳动成果。保护好地面，就可以安排后续施工了。